安成期的远见在整个安家无人能及。他筹建安邦大厦的时候，就曾经耗费重金，将安邦大厦的顶层打造得坚不可摧。安邦大厦的顶层采用的全是标准极高的防弹玻璃，而顶层通向楼顶以及楼下的通道、电梯井都带有堪比银行金库一样坚固的物理隔断，一旦坚固的物理隔断全部关闭，整个顶层可谓固若金汤。固若金汤的设计使得任何一种单兵武器都不可能从楼顶、楼下亦或者窗户攻入顶层，除非对方敢在纽约市区开武装直升机强攻，否则谁都不可能打得进来。而且安邦大厦坐落在曼哈顿的正中央，是整个纽约甚至整个美国最繁华的地带，再加上911事件之后，美国警方以及国家安全部门对纽约摩天大楼的安全非常重视，所以绝对没谁敢在这种地方堂而皇之地对安邦大厦发动猛攻，也更不可能有什么匪徒能把武装直升机这种大杀器开到纽约曼哈顿上空。也正因为如此，安成期早就断定，一旦安家面临大难，躲在安邦大厦绝对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安全。躲在安邦大厦就等于躲在整个纽约近千万人民的头顶，无论纽约市民身在纽约的哪个位置，只要他抬头看向远方繁华的曼哈顿，他就能看到安邦大厦。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谁都不可能把安家怎样。安成期把安邦大厦称为安家最后的堡垒，而关于这座堡垒的秘密，也只有老爷子和老大安重秋知道。除此之外，即便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邦大厦办公的安凯峰，都不知道这一层竟然还有如此奥妙。之所以没告诉安凯峰，是因为老爷子认为安凯峰性格激进，适合在商业领域开疆拓土，可一旦事情上升到关乎全家人安危，他这种激进的性格很容易因为不够谨慎而做出错误判断。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不够谨慎的判断有可能会导致万劫不复的后果。相比之下，老大安重秋性格谨慎，一切求稳，关乎安家安全的决断，老爷子也更相信他。这种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启用的堡垒，其秘密只有他和安重秋才知道。眼下安家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这种时候形势最为紧急，所以老爷子能想到的地方只有安邦大厦。安凯峰不太了解父亲的决定，他疑惑地说道：爸，论安全，恐怕哪都比不上洛杉矶的庄园吧？那里有地下避难所，真出了什么大事，避难所也能保护一家人的安全。安重秋这时候站出来开口道：凯峰，爸说的没错，现在对我们来说哪里都没有安邦大厦最安全，姐在那里给我们留了一条退路。安凯峰瞪大眼睛想说什么，但很快又想明白了其中缘由，于是便坚定地点了点头，认真道：好，那就去安邦大厦。安重秋点点头，没再说话，但心中不由对老爷子今晚的表现感到十分惊奇。今晚老爷子的表现不敢说绝对的处变不惊，但也是超乎常人的镇定，而且他的思维逻辑也非常清晰，全然看不出患有老年痴呆的影子。就在他以为老爷子大脑或许已经有了好转的时候，他赫然发现老爷子的右手指缝中一直藏着一支十分迷你的圆珠笔，而他也一直在不断地用笔尖悄悄戳着左手的手掌心。他再仔细一看，才发现老爷子的左手掌心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而且老爷子每用力戳一下手掌心，就会低头悄悄看一眼手掌中写的那些小字。安重秋甚至发现老爷子手掌心一直被戳的位置，几个点已经被戳得深深凹陷进去，就连皮肤都因不断的戳动而破损，
圆珠笔的墨水甚至都渗透进了皮肤里，形成了类似老刺青一样的痕迹。虽然看不清老爷子手掌上写的什么，但安重秋也能猜得出，那一定是老爷子自己写下，用来不断提醒他自己的文字。安重秋心疼之余，也不禁悄悄往老爷子身边靠了靠，待老爷子下一次用圆珠笔戳手掌心，并且偷看掌心文字的时候，安重秋才看清上面写的3行字：成妻常英已去整整20年，蒙辰儿未婚妻救命之恩，辰儿尚未归。看到这3行字，安重秋鼻子一酸，眼眶也不禁一阵湿热。他看得出，老爷子写下这3行字的时候，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他也看得出，老爷子之所以写下这3行字，恐怕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为人子女，见到父亲如此艰难，要记住他自己的女儿，女婿已经死了20年，他的外孙至今还没找到，安重秋心中更是心疼无比。只是他心里也很清楚，这种事情自己没法劝，只能让老爷子自己消化。很快，安凯峰便将安家在纽约的保镖一个不落的全部召集到了演出场馆附近。待人到齐之后，安凯峰便对老爷子和老太太说道：爸妈，人都到了，咱们可以走了。